Hello，大家好，我是 Samantha。今天这支视频呢，我想分享我个人关于如何发掘自己拥有三眼轮，以及我的三眼轮灵视力所能看到的神奇世界。首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一位能量工作者。在过去的2到3年的时间当中呢，我的生活被分为2个主要部分。我的生活重心呢是在大学当中攻读我的商科硕士学位，在前不久我非常顺利的毕业了，非常开心。另外呢，我会利用我的课余时间去做在线疗愈的咨询工作。与此同时，我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学我自己感兴趣的自然疗法、能量疗愈的课程。在后面的视频当中，我也会陆续给大家分享我所学到的一些知识，给大家带来灵性方面的一些洞见和一些比较新鲜的资讯。今天的这支视频呢，我主要是想分享我自己是如何发掘自己拥有三眼功能的，以及我的三眼轮所能看到的一些神奇的事物。后面我也会对三眼轮大家比较在意开三眼轮的这个事情呢，有我自己的一个意见的阐述。我的三眼轮的看到的第一个神奇的事物是前世 （past life）。我看的前世呢，是基于2年多以前我学习灵气课程的时候，我当时的灵气老师她是一个欧洲的女生，她是一个来自卯宿星的灵魂，算是一个光之工作者，也就是星际种子。我也比较幸运能够找到她，去开启我神奇的灵性的旅程，也非常感谢她。我们当时在上灵气1阶的课程的时候，我们是属于1对1的课程，给我做一个关于灵气的背景介绍，提到说灵气可以帮助人去疗愈他的前世的一些创伤。举他自己遇到的一个例子，他的个案有一个18岁的女孩子的客户，这个女孩子呢，就是莫名的会觉得很抑郁，就会觉得很沮丧。但是这个女孩子的家庭环境，父母给她很多的爱，自己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很多值得苦恼的事情，但是这个女孩子就很容易陷入抑郁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女孩子就找她去做灵气疗愈，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灵气老师当时去帮她做诊断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女孩子的灵魂在前世会有堵塞 block， 后面就给她的前世去输送了灵气，这个女孩子后面就渐渐好了起来。当时我听了就觉得很神奇，我就觉得说哇，老师你能看到前世吗？老师说对啊，我可以看到前世。我就说那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的前世？老师就马上进入了一个冥想的状态，就帮我看我的前世。他说你的前世和你的爸爸是一对兄弟。他后面有讲一些细节，我和我爸爸相处，我爸爸的性格，我的性格啊，我觉得完全可以对应得上。后面我就觉得哇，好神奇，我就问老师，我说老师你能不能带我看一下前世，怎么样才能看到前世呢？老师就说那好，我们来试一下。他说你现在静心来看我的前世。当时老师就引导我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冥想，想了一会儿，我马上脑海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画面蹦出来。这个画面呢，是我看到老师的前世，是一个比较古朴的一个欧洲的大别墅。进去之后呢，是木质的地板，颜色是褐色或者是那种偏黑的那种棕色。左边是一个扶梯，是木头把手的，是可以上到2楼的。在楼梯口的旁边有2个小男孩，他们2个一高一矮，大概身高是差1个头的样子。再往前面紧对着门的正对面，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我就看到我的老师穿着围裙，是欧洲那种16、18世纪的女生的打扮，穿一个围裙，然后那种布置的，她在非常忙碌的在准备她的早餐给孩子。后面我看到之后，我就马上睁开眼睛说，我说哇，老师我看到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我看到的场景叙述给我的老师听，我说我看到你的前世是一个家庭主妇，也是在欧洲房屋的结构内部的
这个设计是怎样的。然后老师就不好意思，就是有点笑笑的就说，对，这是我的前世。然后我就说，我还看到你有2个儿子，一个是金色的头发，一个是棕色的头发。他说对，他说那是我的前世。他说你看，你也有3眼的功能。当时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我可以看到前世。那我当时看到他的这种前世的一些片段呢，它其实就有点像一个电影的片段在我的脑海当中，但是这个片段呢，好像是不存在于我从小到大看到的一些电影的场景，但是它又能投射在我的脑子里面。而且电影当中的就是这个画面当中的主人公，他确确实实是我的老师。因为有的时候你可以看3眼不是非常的清晰，可以看到这个脸，但是你对你周围的所有人会有一个感觉很熟悉，就像小朋友他会知道哪个是他的爸爸，哪个是他的妈妈，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当时看我老师的前世的时候呢，我看他的身形，我也看到了他的脸。可能有些人他在看前世的时候并不能看到那么的全，但是你们也要有这样的信心，这也是一个往3眼轮灵视力走的一个方向。我是想要给大家一些比较具体的参考。我3眼的看到的第2样神奇事物呢，是我可以看到别人身体的颜色，他们的器官会反映出来不同的颜色。灵气的1级有一个章程是你要去扫描这个人的物质身体，就是你的双手是要触摸到人家头顶、眼部、胸膛，他全身要一步这样摸下去。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感受到他的不同的能量。与此同时，你的手掌也是可以给别人输送能量的。当时我在和我的老师练习的时候，我在给他做这个扫描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神奇。我在摸他头的时候，我闭上眼睛会感受他的能量。那我的左眼和右眼会反映出来不一样的颜色，闭上眼睛之后，这种颜色的感觉呢，就像我们的裸眼去直视太阳，或者是说夜晚的环境，你去直视一盏灯，然后你马上闭上眼睛，你会觉得你的脑海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光圈比较亮，它可能先是这种黄色、橘色、绿色、蓝色、紫色，然后慢慢消失了。那我看到的这个情景呢，就和我的裸眼直视光体闭上眼睛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但是不同于那种感觉的是，我闭上眼睛，我摸它的器官，我会左边和右边的眼睛会看到不同的颜色。就比方说我摸它的头部，我会觉得会有哪一边会更黑一点，哪边会亮一点，我的左眼右眼会反映出来，我会跟他交流。我摸他的胸膛，摸他的腹腔，也会摸他的内脏，就是可以看到内脏的嘛，也会有不同的颜色，会有呈现很鲜亮的橙色呀。我自己后面在大量的实战经验当中呢，我会知道我看到的一些暗色啊、泥土的颜色啊、毛蓝色啊、浑浊的颜色，甚至是那种密度很集中，像黑炭一样。有出现以上这种比较不好看的颜色呢，它其实代表的是有一个能量的堵塞。因为我会跟我的个案去 check，去对我看到的一些情况，他们会说我这个地方不舒服，我就渐渐知道说原来黑色或者是比较暗的颜色，不好看的一些颜色，就是代表说身体不舒服的。当时我在和我的老师去做扫描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我在扫描他的2个膝盖，我在双手摸着他的膝盖的时候呢，他的右边的膝盖，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一根就像鱼刺一样的东西，一根很闪的那种光刮过我的眼球，我甚至感觉到有一些刺痛。我就问老师，我说我感觉到你的膝盖会有一些堵塞，或者是有一些问题，因为我感觉到了有点刺到了我的手和我的眼珠。老师就讲说，他说对的，他说我这边膝盖是有劳损的。第2天我们来上课的时候的，他那边膝盖是有打绷带的。所以我当时就感觉到说，哇，原来我的
三眼可以看到别人身体的一个状态。而且在后面我在和我姑姑做远程的时候，我也发现说这个功能是可以有遥视的，不仅仅是说它在我的面前我可以去探测到，即便是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是远距离的，我照样可以感觉到这个人的身体的能量。零视力所能看到第三样比较神奇的事物是，我可以看到人体的 aura， 就是我们的气场，我们的能量场。aura 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人体的光辉，我们的气场。在很多的地方会有这种 aura camera， 就是气场照相机，它有点像这种一次性相机，它一拍出来可以看到你周围身体的颜色，比较五颜六色的那个是最好的情况，就是彩虹色，就说明你的气跟脉轮，你的身体是非常平衡的，而且你的脉轮可能都打开了，是一个彩虹桥的感觉。如果不太好呢，就是比较浑浊的颜色，或者是这个人他会呈现出来一个比较单一的颜色，紫色、蓝色、绿色，就说明在某一个特定阶段当中，这个人他的重心，他的灵修的重点，他的功课会集中在爱呀、表达呀，或者是说自爱呀，这种不同的面向呢，会让他的整个身体的光辉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我当时看到 aura 呢，是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一个身心灵展会，展会上呢就是有气场照相机，我们有一个朋友就去照相了，照完了之后呢，我另外的朋友就来说，亲，我考一考你，你说刚刚我们那个朋友他刚刚照出来，你觉得他的 aura 是什么颜色？因为他照的时候我是在另外一边逛的，因为那有很多的小铺子，我就没有关注他们去照那个照相机，就说啊，你让我看这个东西，万一看错怎么办？那不是很打脸吗？说没事没事，你就随便看一下嘛。我们就这个娱乐之上，我就去闭着眼睛感受了一下，感觉呢它的能量场是比较偏冷色调的。我觉得主要的颜色，紫色、蓝色还有绿色，大概是这几个颜色，这三种颜色吧。后面呢，他就给我看他的 aura 是主要是呈现是一个蓝色的，也算是猜对了30%-40%吧。这是我看到的人体 aura 的颜色。而且很神奇的是，有一次呢，我在一个教堂里边去做完祷告之后回来，晚上呢还是例行公事去做我的灵气的愿望阵，然后做冥想念经。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我在车站里边，那一天我看到所有人的 aura 非常的清晰，就是我不想要看都可以看到这个每个人身上打一圈是什么样的颜色。其实这个功能呢，我现在在看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这个人的人体的光辉是什么样的颜色，也是得到很多的就是来回的验证的。三眼轮的第4个功能是我可以看到我的指导灵 guide， 还是在2年以前的那段时间，我在上灵气课程的时候，我有一位跟我关系非常非常亲密的闺蜜，我们也是同时灵性觉醒。3x5她就会催我，她说亲，那个音频你听了没有啊？你看到你的指导灵没有啊？后面有一天我终于就是歇下来，躺在床上，晚上8、9点钟左右吧，我就去听这个音频。这个音频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说你在一个风景特别优美的一个环境当中，小溪啊、流水啊、花草啊、树木啊，然后你就走到了一个时阵当中。好，你坐在这个时阵，睁开眼睛看你的指导灵，看你的指导灵跟你说什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感觉到了一个仙境当中，就走到这个时阵，走到时阵当中呢，我就出现了我的指导灵的身影。我的指导灵呢，他是一个像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战士，是卷卷的棕红色的头发，穿的呢是那种勇士、古战士的那种战袍的感觉，是一个比较勇敢的那种感觉。那他当时还对我说了话，他说 to be brave， 他说勇敢一点。我觉得非常的神奇。我可以保证说，我自己从来没有见到一个白人是长相是那个样子的，而且他的长相呢，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类似的样子，好像是30岁、35岁左右的这种感觉的一个男的，但是他就感觉的那种特别有士气，而且他当时还对给了我一个水壶，很古朴的那种水壶，他对给我。等到了
第2天、第3天，我再去上灵气2阶的课程的时候呢，我就跟老师讲，我说我想要看我的指导灵，老师就说好吧，那我们去看一下。看一下之后呢，通过我灵气老师的身体通灵，通到了他，然后他说他叫 Alphisol。直到现在我也没在字典当中查到这个 Alphisol 是怎么拼的。他就是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你要做任何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想做的事情，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永远是会守护你的。最后一句话非常有士气的说 Cause I'm Alphisol。 当时我的感觉他真的是有点像那种东北大老爷们的感觉，和我自己的性格也能够对应得上。我自己的性格平时就比较大大咧咧啊，所以我当时就发现哇，原来我还可以看到我的指导灵。当时我的灵气老师在给我通到我的指导灵的时候，他对我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当时特别的感动。我会觉得哇，原来我的周围在非物质的层面当中有这么多的爱和这么多的祝福在给到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真正的觉得感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也会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爱，或者是说有支持的，都是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做任何他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我的3眼轮灵视力所能看到的第5样比较神奇的事物是，我可以看到我的守护天使 Angels。 当时是在上灵气大师课的时候，我就说老师，我说我没有看到过我的守护天使，因为我没有聊到天使灵气。他讲说那我们来看一下吧。他说好，你现在闭着眼睛深呼吸，看一下你天使。我就闭上眼睛，马上就看到了我的天使。我说我看到了2个，一个是白色的，有点偏透明的，是非常开心的那种，很纯真的。另外一个是有一点淘气的，是一个黑色的或者黑色渐变色的那种。老师就笑，他说我看到的和你看到情况差不多，一个是白色的，另外一个是黑色，身上是有小斑点的。后面我再仔细去看，包括现在我有的时候都能看到我的黑色带斑点的一个小天使，有一点很淘气的小男孩的感觉。因为我自己平时也是比较诙谐的性格，所以我的这个天使我还挺喜欢的，跟我的性格还挺搭的。我有的时候看到我自己把我那种很调皮的那一面褪去的时候呢，我会看到小天使会有点不知所措，他身上的黑色的点点都掉在地上那种感觉，反正是很可爱的。我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我周围朋友的守护天使会有不同的颜色啊。守护天使它其实并不是某一只在你身边，有的时候它会有好几只同时都在你的身边守护着你的。而且呢，在我看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状态不一样，或者说你某一个阶段要学习的内容东西不一样，在你身边来照顾你的天使呢，也会有不同的。因为每一个天使的感觉或者它的功能或者它的分工都会有所不同，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这一只或者这种颜色的，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它会变，这都是不一定的。我感觉这种天使也是坐班制的，你每天上班呢，它可能都不是同一批天使。我自己也觉得天使在我的身边带给我很多的内心的平静啊，我连接天使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的开心。所以大家呢可以多去听一下关于天使疗愈的一些音频，或者是使用天使卡去更多的和你的天使去做连接。在我觉醒之后呢，我也经常可以看到那种重复的数字，天使数字，后面我也会出一支视频专门去聊这个话题。我的3眼轮灵视力所能看到第6样比较神奇的事物是水晶和花朵当中的 Diva， 也就是小精灵。在水晶当中和矿石和花朵当中以及植物当中都是存在 Diva 的。我在上花精课程的时候，这个是有互相验证的。当时我的老师就跟我说，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水晶的 Diva。他就说你看这个水晶的 Diva 里面长什么样子，我就跟他描述，包括花朵的 Diva，有的时候我都可以看得到。你有的时候可以看一些图片，长着尖尖的翅膀，仙境里面小精灵的感觉，有的时候我隔着就是看图片也可以看得到。而且任何的水晶它有自己的个性的，
在你买水晶之前呢，你可以用灵摆去问一问他愿不愿意跟你回家，他自己会有自己的意愿。我在和水晶进行链接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爱他们，他们真的可以是非常好的疗愈的一个借助物，大家也可以去借助水晶的能量去给自己做矫正做平衡，他们真的会帮助你很多。以上呢就是我三眼轮灵视力所能看到的一些神奇的事物。在我自己发觉我有三眼轮之后，我开始真正的了解到感恩的意义，要感谢自己所能拥有的。以前我可能会觉得我需要有这些有那些，但是自从我自己进入灵性的世界之后，特别是我发现我自己有三眼轮的功能，而且我可以利用我这个功能去更多的帮助别人，去给别人做疗愈，给别人提供更恰当的咨询的方案的时候，我变得非常的感恩。甚至是我在帮别人做灵气疗愈的时候，我会一边做一边感动的流泪。所以说三眼这个功能呢，有些人很执着说我要去开天眼，有些书籍啊写的非常的激进的，比如说30天开天眼。但是我觉得开天眼的目的呢，它并不是说我可以看到别人的隐私，我可以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一旦执着于这个方向的话，他在灵性上面是很难能够去提升的。其实三眼对应到我们的这个地方，眉心轮、三眼轮，它其实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直觉，我们更多的能和我们自己的内心连接，和我们内在的智慧连接，我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是发自内心的，是从爱出发的，这个才是我们拥有三眼轮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其实三眼的这个功能，我会觉得很多人都有。小的时候我也听到说，小朋友5岁之前天眼是张开的，后面是因为你需要到地球的模式的当中，你必须要把你的这种神性、你的灵性给关闭起来，进入到一个二元对立的环境当中去做一些很难的一些任务，去做一些挑战，然后慢慢的再去开发你自己所有与生俱来就拥有的这些功能。希望大家也能够依据自己的情况去练习，或者是说大家如果对这个东西比较好奇的话呢，可以看更多的文章，或者是大家对更多的内容比较好奇的话呢，可以给我进行留言。